一场堪比汉芯的世纪骗局正在上演。这次的主角是一家杭州的皮包公司，用557万美元就号称打败了烧掉100亿美元的 OpenAI， 一度让华尔街损失2万亿美元。然而，从 AI 奇迹到数据窃贼，这出闹剧仅用了7天就被戳穿。从震惊华尔街变成了偷窃数据，这戏码还真是精彩。更讽刺的是，这家号称能颠覆全球 AI 格局的公司，仅有4人缴纳社保。没错，就是这样一个藏身于杭州写字楼的小公司，硬是让全球顶级投行们集体失智，让华尔街大佬们寝食难安。他们的神话如此荒诞，声称用 OpenAI 1/50的成本就能训练出超越 ChatGPT 的 AI 模型，甚至一度让科技巨头英伟达市值蒸发6000亿美元，创下美股史上最大单日市值蒸发纪录。但是好戏才刚开场，没过几天，这个所谓的550万美元奇迹就被扒出藏了近100倍的成本。换方量化的老板梁文峰没能扛过1周，就被挖出实际投入了5个亿美元。据报道，光是 GPU 的支出就超过5亿美元，这跟公开宣称的数字可差了10万8千里。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 DeepSeek 这场闹剧还没结束，一个更大的丑闻就爆发了。据《金融时报》报道， OpenAI 指控 DeepSeek 非法使用其专有模型来训练自己的开源竞争对手。其所谓的技术突破，不过是对偷来的技术拙劣的复制。说白了，就是偷别人的技术。这下可好，本想着靠降本神话吓死华尔街，结果自己先被抓了现行。一时间，从 AI 界特斯拉沦为科技界汉芯，这反转来得猝不及防。笑话还不止于此，这家号称能打败谷歌、微软的公司，居然拒绝接受任何外界采访。投资人找他们，找到门槛都快踏破了，却约都约不上。这是什么操作？做出了惊天动地的突破，不应该大肆宣传才对吗？除非他们心里也清楚这个所谓的突破到底有多少水分。这整个事件最讽刺的是， DeepSeek 不但让英伟达市值蒸发6000亿美元，还让公司老板梁文峰成了华尔街杀手。但现在真相浮出水面，原来不是什么技术突破，而是涉嫌盗取数据，通过蒸馏技术来窃取竞争对手的核心技术。看到这里，你或许会问， DeepSeek 到底是什么来头？这个问题恐怕连华尔街的大佬们也想知道答案。比尔·阿克曼已经提醒关注梁文峰和业绩表现糟糕的换方量化是否参与做空英伟达。如果散布虚假技术数据进行做空，那可就不仅仅是丢人现眼的问题了，而是实打实的金融犯罪。但故事远没这么简单。随着调查深入，这场闹剧背后的黑幕正在一层层被揭开。首先是背后的资金问题。DeepSeek 声称用2048个 H800 显卡就完成了训练，结果业内人士爆料说，他们实际拥有近5万张 H100 显卡，而且近年来购买显卡的支出已经超过数亿美元。这么大的资金缺口从哪来？为什么要故意隐瞒真实投入？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会让人大跌眼镜。更有趣的是他们的双子星组合，一个是被包装成投资天才的梁文峰，一个是被吹成 AI 天才少女的罗弗利。但事实如何？且看看梁文峰的投资天才表现，他管理的换方量化在2024年居然大幅跑输 A 股大盘。这位所谓的投资天才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据知情人透露，他主要是利用 A 股散户占比高约 60% 的特点，在玩一场精心设计的杀猪盘游戏。至于那位 AI 天才少女罗弗利，已经被小米高价挖走了。有意思的是，他之前就在阿里达摩院待过，正是那个孵化数学天才少女江平的地方。据说是小米 CEO 雷军亲自出手，
才把他挖来的。但是，真正的天才会这么热衷于天才少女的人设吗？微软的调查则让这出闹剧更添戏剧性。据悉，微软安全团队发现，在2024年底，有大量数据通过 OpenAI 的开发者账户被泄露，而这个账户与 DeepSeek 关系匪浅。不仅如此， OpenAI 还掌握了证据，证明 DeepSeek 在去年秋季就开始通过 API 大量窃取 GPT 的数据。更讽刺的是，就在 DeepSeek 吹嘘自己的技术突破时，他们的服务器突然遭到 DDoS 攻击，不得不限制新用户注册，连回答速度都大幅下降。这家号称能打败 OpenAI 的公司，连最基本的服务器防护都做不好，这是不是很讽刺？特朗普的 AI 顾问萨克斯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 DeepSeek 就是在从 OpenAI 的模型中提取知识，这哪里是什么技术创新，分明就是技术窃贼行为。内部人士透露，这种搭便车的做法在中国公司中并不少见，因为正经研发既费钱又费力，不如直接借鉴来得快。那么问题来了，这场闹剧会如何收场？从目前的情况看，至少有2条调查线索正在展开，每一条都足以让 DeepSeek 陷入深渊。第一条是金融犯罪线索，华尔街大佬比尔·阿克曼已经正式提醒调查梁文峰和他那个业绩糟糕的换方量化是否参与做空英伟达。如果证实他们散布虚假技术数据进行做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而是实打实的重罪。要知道，因为 DeepSeek 的消息，英伟达股价从147美元暴跌到117美元，市值蒸发近6000亿美元，创下美股史上最大单日市值蒸发纪录。这种级别的市场操纵，足以让参与者在美国联邦监狱里度过相当长的时光。第二条更要命，那就是技术窃取。微软和 OpenAI 已经拿出了铁证，证明 DeepSeek 通过蒸馏技术盗取数据。据《金融时报》报道， OpenAI 及其合作伙伴在去年就发现了 DeepSeek 可疑的 API 调用行为，并因此封禁了相关账户。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 OpenAI 的知识产权，更给整个中国科技行业抹黑，为美国对华技术制裁提供了新的弹药。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 DeepSeek 的应对就显得格外可笑了。当意大利开始下架他们的应用时，当苹果和谷歌商店将其移除时，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因遭遇大规模恶意攻击而限制海外用户注册。这借口听着是不是特别耳熟？就像当年被质疑的造假者们一样，永远有说不完的理由来逃避检验。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这场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时，阿里巴巴突然宣布研发出一款性能超越 DeepSeek 的大语言模型。这时间点怎么看都像是在落井下石。但仔细想想，这不正说明了中国科技圈的怪象吗？一个公司还没被扒皮完，另一个公司就迫不及待地想来分一杯羹。说到底，这场闹剧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说，每一个号称能在科技领域弯道超车的中国公司，最后不是被证明在造假，就是在偷技术的路上。从汉芯到 DeepSeek，20年过去了，剧本怎么还是这么相似？看来，在一个连正常访问谷歌都要翻墙的环境里，在一个连基本的学术自由都没有的土壤中，想要诞生真正的技术创新，确实是痴人说梦。正如有评论所说，人类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弯道超车，只有脚踏实地的积累。所以，当你下次再看到类似的震惊世界新闻时，不妨多留个心眼。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天上不会掉馅饼，技术创新更不会从造假和偷窃中产生。